玄雅，只要你肯助我复国，我便放你离开。风元死神，仙图俱灭。重头三头猪的蛛丝，这里有第三人在场，此人潜藏暗处，以蛛丝事务，心思缜密，不容小觑。龙王陛下，古星门弟子七月太甚，擅闯东海之滨，还损伤我军大半下药，请陛下为我等讨回公道。父王，如今天道大兴人族，道门背后更有圣人撑腰，不宜与之为敌。二太子殿下，我龙族乃远古霸主祖龙血脉，为天地镇守四海，岂会惧这小小宗门？末将以为该让他们知道，谁才是东海真正的主人。将军所言有理，随你处置吧。此次幸得师兄相救，我才能躲过元清与宇文林的围杀，留得性命。我修为不高，只懂些遁法，对战元清没帮到你什么。宇文林那家伙也是与三金碧波蛇同归于尽的，实在不必言谢。那个，有件事我想拜托有情师妹。但凭师兄吩咐，玄雅万死不辞。没这么严重，是我素来怕麻烦，不想引人关注。烦请师妹回禀师长时，不必多提与我相关之事。绝对不要把我扯进风波里，低调才能躲避因果。若能与师兄这样的君子互相引为挚友，当真不虚此行。师兄放心，玄雅明白。真明白了？实在是摸不准有毒的路子。外面有动静，是门中派来救援的新人到了吗？找到了，玄雅在那儿和长寿在一起。一直不见踪影的李长寿，正好出现在有情玄雅身边，会是巧合吗？长寿，长寿啊！你可是小秋风的独苗啊！如果有个3长2短，不是还有师妹吗？小秋风就你们2个独苗了。师傅，你的身体？不打紧，闭关重击成仙天劫时出了些岔子。师傅的道气损伤太重，保住性命已是惋惜，如何能抗过天劫？师叔师伯，弟子失手杀了元清，愿领门内一切责罚。师傅宽厚仁爱，久久师叔也一向不拘小节，定会谅解有毒的防卫过当。不过，那位就不好说了。你一个人杀了元清，宇文灵呢？他的死可
可与你有关？九巫，九九师叔的五师兄，是本门素有名望的执事，如今修为已在真仙境巅峰，此人颇有城府，得万分小心。宇文灵在偷袭时惊动了3金碧波蛇，双方同归于尽。很好，就这样，别扯上我。没有人暗中助你。此事与长寿师兄无关，他只是见我被围攻，用遁术助我脱离危险，一切都是弟子的错。有毒，快住嘴！越描越黑了喂！长寿师侄不为他辩解吗？弟子不知道具体经过，不敢多言。你倒是稳重。悬崖师侄弑杀同门乃是大罪，回山后副掌门自会公正裁决。只是，似乎悬崖师侄还有位帮手，在暗处用重瞳3头猪的蛛丝窥探。正巧，这附近也有不少相同的蛛丝。大意了3头蛛丝，那是什么？重瞳3头猪的眼力可观八方，无任何死角。它的蛛丝更能让视线远及千里之外。你怀疑长寿？嘿，要不是他救了悬崖，我这支队伍可就全军覆没了。静点，小九，我只是例行询问而已。九巫师兄，我这徒弟老实怕死不惹事，这是他的3大优点。此事还望师兄明察。弟子本领低微，不得不用些蛛丝来探路，也好规避风险。没想到撞见有情师妹被恶人相逼，这才带她遁走。探路？你原本打算做什么？采药，弟子可为此向天道发誓。只不过采的是门内性药仙节草而已。采药？我还以为有什么小秘密。毕竟重瞳3头猪可是难寻的稀罕物。这小子倒是口风严密，有天道之力见证，想来所言不虚。先提升九巫师伯的信任度，才能投其所好，赚取好感。弟子养了几窝重瞳3头猪，若九巫师伯有兴趣，回去便为师伯送一窝过去。那贫道就不推辞了。小家伙很有心嘛，往后多跟本师伯亲近亲近。此人行事周全，不显山不露水。若是心存正道，往后加以培养，可担大任。可若是心眼用偏了，就得尽早斩除，否则祸患无穷。暂时算是稳住九巫师伯了吧？小气鬼！你那个什么猪自己留一窝，其他的都给你九巫师伯送去。是。北周之行还是太冒失了，蛛丝处理得不够干净，对付原先的手段不够。也不知师妹在东海那边怎么样。我就说长寿是个好孩子嘛。哦，对了，齐元师兄帮他看看病症吧，好像落下了心魔。心魔？我去，这小师叔又有毒了是吗？不对，招号里有9字的，就离谱。
师傅，我们这是回小雄峰了。此次历练，你的心境出了些问题，好在并不严重。幸亏师傅还未成仙，探查不到我的真实状况，尚能糊弄过去。门内听闻历练之事后，打算如何处置有情师妹？副掌门体谅玄雅失职是被奸人所迫，只惩处他闭门思过2年。师兄，你受伤了。让你照顾师兄，不是吵扰他。这几日好好休养，稳扎稳打，才能平和心境。如此也好让为师安心闭关。师父要继续冲击成仙天劫了吗？为师乃是门内众峰唯一没有成仙的峰主，实在无颜面对小琼峰列位师祖啊。总得在寿元耗尽前，全力搏一把。都说天劫一刀，生死两判，万一……自古求仙渡劫，谁都不敢说有十足的把握能在天劫中活下来。能度过天劫的修士，只有1、2成，更何况师父早年道基受损，修为本就不太稳定，身患更比寻常修士弱了1倍。就这样渡劫，完全是必死之举。若为师撑不过天劫，小琼峰一应事务就交由你们打理了。师父，我和师兄一定会照看好小琼峰，你安心的走吧。嘘！呸呸呸！不准咒为师，万一真的死了怎么办？哎呀，年纪大了，刚才说什么来着？反正为师闭关去了。师兄，师父他……我们得帮师父渡过天劫。成仙天劫对于所有炼气师而言，都是无法避免的历练与磨难。天道会根据渡劫者开始修道时的资质，降下不同威力的天雷。成则飞升成仙，败则灰飞烟灭。的天雷，师父能扛过几道？按照师父目前的状况，那以后就只剩下我跟师兄相依为命了。你是难过呢，还是装难过？这正是我冒险去北去泸州的原因。只有找到他，才能在天劫之下为师父赢得生机。仙阶草，这不是能毒死原仙的剧毒之物吗？哼，不错。但将仙劫草加以炼制，就能成为骗过天劫的假死药——融仙丹。理论上，渡劫者扛住第1道天雷，自身便会产生一缕仙灵气息。若在这时服用融仙丹假死，冰解肉身，就能躲过后续的天雷，化作浊仙。虽然神通不如正常元仙，但寿元相同，还能继续向上修行。我们必须赶在师父的天劫到来前，将融仙丹炼制成功。这样，师父存活下来的几率
就有9成8了。哇，师兄真厉害！哼。拯救师傅行动开始！我师兄实在太稳健了。师傅最近出关的频率好高啊！闭关都如此困难，渡劫只会更加危险。我们要加紧炼制熔仙丹了。师傅那么固执，要是知道我们炼制禁药帮他渡劫，所以不能让他知道。不仅是他，门内所有人都不能知道。等丹炉一事解决后，我们便要在丹房外布阵，防止泄密。丹炉？师兄，你不是有一个吗？那个丹炉等级太低，不足以炼制熔仙丹这样的高级毒丹。据我调查，丹顶峰的万凌云长老有1000毒百金炉，最合适不过。万凌云，好耳熟的名字。万凌云，毒经一书的著作者，精于炼毒，据说平日不近人情，且极其吝啬，难以结交。我们峰中的炼毒大家万凌云长老对各类制毒手法很感兴趣。师妹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没有啊。哈哈，说起万长老，我还得感谢你呢。要不是你在东海之滨用了他所创的断魂丹，我根本没办法接近他。那当然，我可是把你给我的断魂丹都用光了，同行的弟子都被我惊呆了。兰陵娥，虽然我有意让你用断魂丹结交万长老，但也没有叫你把所有的断魂丹都用光了。你这个败家师妹！师兄，你炸我！师兄，万长老来啦！
断魂丹怎么炼？回万长老，取灵活心金血3分，密屋断魂草4分，红鱼草2分，废寨水少许。若预算只有20颗灵石，如何炼制？好可怕的气氛！终极令则等级考试，应试技巧1：寻找共性，降低心防。他既然抠门儿，那我就比他更抠门儿。4分密屋断魂草改为5分寻常断魂草。10颗灵石了，不用花灵石，我与百凡殿葛长老交好，能以小琼峰灵鱼换他5分断魂草。养灵鱼也是一笔数目。灵鱼是师妹在喂养，她花的钱不能算在我头上。没错，就是我。灵活心金血改为灵狐粪，红鱼草育10万年可得，废寨水可将旧鞋用狗尿腌制。算下来，1颗灵石都不用花，就能用10万年培育一颗断魂丹。万长老是不是生气了？10万年，长寿，你竟能抠到这个地步吗？应试技巧2：共有是非，建立共情。灵娥从不知师兄竟然这样节俭，想到师兄用旧丹炉好不容易为灵娥炼制了断魂丹，灵娥却在东海之滨肆意挥霍，都是灵娥的错。我日子过得苦一点没什么，只要师妹好好的就够了。师兄，真是兄妹情深呐！万长老一句话都不说，不会是看穿了吧？保持冷静，随机应变。若论节俭，我还是不如你呀。完了，传说中的阴阳怪气大法。没有打探到万长老如此阴阳怪气，看来我搜集的资料还是不够齐全。这样拮据的生活，偏偏还有个挥霍的师妹，让你本就不富的生活雪上加霜。完了完了，千毒百金路无了，师傅也无了。愧不敢当。万长老这啥意思啊？不知道啊。到底什么意思啊？这就是千毒百金炉。没想到我们真的打动了万长老。何止是打动，师伯说万长老对小琼峰的境遇倍感痛心，甚是怜悯。长寿不易呀。好了，也该让你看看千毒百金炉真正的模样。他们2个人呢？你浪费毒丹，该让你长点记性。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
真是血气方刚啊！立体复合型组合大阵，这是我精心筹备了60年的原创阵法，与洪荒主流阵法横向分布不同，此阵纵横交错，环环相扣，甚至可以对付真仙境的仙人。师兄，阵法的威力不是与布阵者修为有关吗？我们都不是真仙，怎么困住他们？所以需要一个真仙相助，最好还是一个不懂阵法的真仙。99真仙境，不通阵法，破天峰忘情上人的9徒弟，与其师兄师姐合称9字9仙人。99就是被其中的959师这对道侣带大的。从同门成为道侣，想什么呢？9巫，本次行动的重点攻克对象，在北周时他就对我起了疑心，贸然去找99，必定引起他怀疑。所以我们得想个办法引开九巫师伯。9巫阴险狡诈，普通的办法对付不了他。99最近因被门内责罚戒酒而发愁，每日睡不着，一早起来就找9巫撒娇，9巫对此无可奈何。我们不如算好时间。师妹，布阵和炼制熔仙丹都需要99，你去找9巫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九巫师伯，求求你了！我也想帮你布阵，但我这里的订单已经排到500年以后了。可是小琼峰真的需要真仙指导布阵，就要真仙，就要真仙！哎呀，真仙真仙，我上哪给你找真仙去？师兄，小九要喝酒，喝酒。真仙，他就是真仙，你找他。此物名为佳人酿，有酒味无酒气，会让人有喝醉的感觉，但不会破戒。师叔，考虑的如何？不就是布阵吗？咱就是布阵小天才。就是说已经最迷糊了。哎呀，布阵，看我布阵！救命啊，师兄！正位冲一，对位推6，坎位归4，离位进2。什么砍树做掩护，防止被师傅发现？我看他就是想和99师叔单独相处。臭师兄，给我断！
年轻人真是生龙活虎啊！师兄，快让人家看看这阵法到底什么样。多亏了99师叔用仙力稳固阵基，我这大阵的构思才得以落实。大阵已经建成，是时候炼制融仙丹了。可是，怎样才能让99师叔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炼制融仙丹呢？他不懂阵法，不也同样打造出了这立体复合型组合大阵吗？圣门到底在哪里呀？阵法什么的真是烦死人了！起！放心吧，培元丹的事交给我了。以小九的能力，绝不可能搭出这样的阵法来。小琼峰既有缘会布阵，又为何需要小九相助？刘师兄，这是去往小琼峰。我们峰的万长老让我给小琼峰送个丹炉来。布阵。丹炉，李长寿，你究竟在捣什么鬼？
添加药材的顺序、药材的年份，甚至切块形状大小等，都已做到了精确。只要确保师叔保证稳定和纯粹的仙力支持，就能提高熔仙丹的成丹率。99师叔不懂药道，无法通过药材等辨别炼制的是门内禁药熔仙丹，但九巫师伯精通炼丹术，一旦被他发现，定难以善了。看来，得在丹药炼成前，将他拦在外面。熏风化符，八门尽显。找到阵法的出口了。哼哼，不过是个基础迷阵。哼，一个基础迷阵，自然困不住主修阵法的九巫师伯。但若是有成百上千个，还在阵中，看来是个连环阵。这次是灵月六转阵，此阵生门通常设在某一风穴内，风穴方位对应南斗六星：天府、天梁、天机、天同、天象、七杀。星分四野，位主七杀。到底套了多少个基础迷阵啊！虽然暂时困住了九巫师伯，但时间拖得太久，定会加深他对我的怀疑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尽快炼成熔仙丹。24阵互联互通，又回到了原地。好小子，我就不信奏不出你这小小的连环阵。这次一定不会错。哎呦，这没道理呀！这不应该呀！我堂堂一个真仙，不破了，索性直接轰开这大阵。这么简单就破开了。熔仙丹炼成了。这就是培元丹啊！
这里面干什么？小兽兽，这不是我跟小石狮情浓时才会有的称呼吗？他们好上了？你是不是忘了什么？哎呀，这事儿我怎么和诗诗交代呀？唉，事到如今，只能先回去认错了。总算走了，幸好在炼成熔仙丹时，及时解除大阵，避免了迷阵变成杀阵，暴露出我更多底牌。咱们说好的，炼成培元丹后，你要送我1年份的佳人酿。放心，除了这些，待1年后师叔戒酒期过了，我埋的恒河水老白干也送给你。以后还有什么要帮的，都包在我身上。师叔，若有人问起您这段时间在这里做什么，请您诗诗啊，其实小九是时候找个道侣了。你看，起码能帮他收拾这屋子呀。我们小九何须依靠他人？更何况，他才962岁6个月零15天。四师姐、五师兄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刚出关，陪你师兄来看看你。小九啊，你是不是对？师妹，你没事儿老去小琼峰干什么呀？布阵炼丹呀。作为回报，小兽兽还送了我一些能代替酒的好东西。判断准确。反正99师叔所知有限，让他如实相告，应该能解开今日的误会。至于熔仙丹，虽然炼成了，但服用此药的前提是，师父必须扛过第1道天雷。如今渡劫期临近，师父出关频繁，心境不稳，万一……所以师兄，你让我砍树的另一个目的，就是制造第2套渡劫方案的这个法拉，法野鸟笼，你不要小看我在9年义务教育下的成果。此物在师父渡劫时自有妙法。
如此看来，此次师傅渡劫定是万无一失。啊！这是师傅的天劫。师傅不在山中，师傅此时不告而别，他定是怀着必死之心离开的。师妹，走，先找到师傅，必须将容仙丹和法叶鸟笼交给他。若被这雷光击中，你们会灰飞烟灭的。师妹，你在这里等候。师兄，师傅会活着回来的，对吧？会的，一定会的。师傅！长寿，为师天劫将至，你来凑什么热闹？快回去！弟子有办法助师傅渡劫。为师的状况自己很清楚，你快带着灵儿回去。今后小乘风就交给你打理了。我之前已央求过几个相熟的同门，平日多来帮扶。师傅怀有必死之心，定会被天道认为道心不稳，怕是连第一道天雷也不能度过。为师让你回去，你没听见吗？你平日的谨小慎微去哪儿了？这天雷不比寻常，以你的修为，一击之下必死无疑。到那时，你让为师如何心安？还有灵娥怎么办？谁来照顾你师妹呀？师父养育弟子，教导弟子100年，并引弟子入道，多年来从未有过苛责。弟子现在唯一能为师父做的，就是在天劫下为您挣得一线生机。你这又是何苦啊？仙门怎么走？多谢。等等。现在想来，这雷云虽有压迫感，却非天威，所以刚才不是师父的天劫吗？为师也是第一次渡劫，没经验嘛。都是乌龙。人家分明是青色的苍龙，怎么能说是乌龙？乌龙是黑色的。看那条苍龙的仙韵，修为已至天仙境。龙族一向隐居深海，与人族少有往来，而今竟派如此高手到渡仙门，恐怕会生变故，还是小心为上。
袭！此乃我杜仙门地界，休要擅闯！好个道貌岸然的杜仙门，我定会禀明龙王陛下，踏平你这小小仙门！好可怕的威压，根本无法抵御。快走！你们别管为师了，贫道愿赴死一搏。糟糕，师父想要以身殉道，